正式组建于1983年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究竟有啥作用？为何一直改革却依然身份尴尬？大家好，我是启明。本期话题：武警部队。全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武警，可以说是一警一军，也可以说是非警非军。在军改之后的2018年，其被正式明确不列于人民解放军编制序列。原本内部包含的警卫、边防等国务院及其下属公安部分管的业务内容，在被剥离之后，就不跟警察沾上半点关系了。另一方面，武警部队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坚决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并且很明确就是我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配发的作训服装、武器装备等也几乎与解放军无异。更重要的是，武警完全执行解放军的作训条例，但是在称谓上却并不能简单的将武警和解放军混淆。武警虽然由于解放军几乎一致的衔级设置，但却要称为警衔而非军衔。另外，在任务性质上，武警主要的任务并非执行国土防卫，而是对内维稳处突，包括执勤、反恐和处置突发事件以及抢险救援等工作。相对来说，的确更贴近于警察负责的社会治安方面的任务。这也就是武警虽然身份尴尬，但却非常有必要存在的原因。并且从武警部队的历史演变来看，其也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承担了重要的作用。武警部队的演变究竟有何不为人知的历史？其早在1959年就已经确定过名称，曾经还是我国一大军种。武警部队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后，当时中央军委决定将在此之前成立主要负责首都警卫任务的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以及地方的各支公安武装整编为统一的中国人民公安部队，之后又紧接着在1951年加入内卫、边防等部队，主要任务就是在建国初期针对性防范国民党残余敌特的破坏行动以及清剿西南等地区的匪患。因此，其不仅一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而且在1955年还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属于当时陆海空三军之外的一大军种。不过，很快随着匪患的肃清，该部队也在1959年改编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任务性质逐渐向社会治安管控方向转变，并且在1962年成立全国性的领导机构，其部队名称也正式出现完整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并且在次年改革后又改为公安部队，接受中央军委和公安部的共同领导。但是时间不长，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对我国边防产生极大压力。于是，在1966年，当时的公安部队又重新编入解放军序列。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了70年代末，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并转移了对我国的军事压力之后，武警部队的演变才迎来了新的变化。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其也开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转变，但重点任务依然是在边防上，并在1980年改编为人民边防武装警察部队。但这只是后来武警部队前身的一部分。武警部队后来是怎么成为一个复杂组合体的？原来一切都是为了满足80年代之后的发展建设需要。在苏联对我国的军事威胁不但解除之后，从8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更多的内部问题开始显现。首先是恶性社会事件不断抬头，为了给改革开放提供一个稳定的良好环境，以及配合当时严打的行动，除了警察武装以外，还需要一支作战实力强、能够维稳处突的武警力量。同时，不断发展的经济建设也需要有一支力量，能够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一个稳定有序的环境。这不仅包括治安，还包括交通、消防、水电等各个方面。而当时我国在社会层面这样的队伍建设并不完善，因此只能将相应的国字头队伍计划全部编入武警部队当中使用。另外，又将解放军中负责内卫和执勤的部队编入武警部队，并移交给公安部管理。从1983年，当时全新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成立开始，之后警卫、水电、交通、黄金和边防、消防以及森林警察相继按计划编入武警部队，一个警种任务多样、规模庞大的武警部队形成。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武警部队最终还是不免要迎来新的任务变化。按照如今的国际形势，我们能够看到境外敌对势力虽然无法武装侵入中国，却也想方设法的进行渗透。国内也因此潜在着各种恐怖主义风险和舆论战、信息战等不安定因素。所以2018年的军改过程中，我国领导层高瞻远瞩的再次改变武警部队，分离出其他专业部队，主要只保留内卫和机动总队，另外加入了海警总队，使之成为了一支专门在我国境内陆地、领海进行执法、维稳处突的重要力量。